到你，却又惊雷起。长夜落日山河灼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老板呐，你可知道这些盐商们的霸王盐是从哪里弄来的？这可就不知道了，反正不是官盐。这儿的官府也是睁一眼闭一眼，总不能让老百姓彻底没盐吃吧？自那以后，这里的盐销也就开始多了起来。他们卖的盐比盐商便宜，200文一斗。于是啊，老百姓就不再买盐商的盐了。这下子盐商不干了，撺掇官府啊严惩盐销。这不，刚刚您看的那俩小子，就是俩倒霉蛋儿。这可真是天高皇帝远，民少相公多呀！都是贩卖私盐，还要互相请压，只是苦了老百姓啊！您这话算是说对了。这盱眙老百姓啊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平价的咸盐呐！唉，那行了，您就凑合着慢慢吃吧。好。你们都看到了吧？邗沟覆船，大批食盐损折，在扬州地区引起了多么重大的灾难！扬州漕运衙门那些蛀虫，贪污朝廷拨发的户渠巨款，致令漕渠失修，覆船之事屡发，而他们却骄奢淫逸，吃喝享乐，一席饭动辄耗资巨万。可这里的老百姓却连吃盐都已经成了奢侈的事情。皇帝忧心盐运不兴会造成国库空虚，可他万万也没有想到，在他的王化之下，这里的百姓竟过着如此凄苦的日子。他更没有想到，扬州的地方官吏不恤民生，玩忽职守，庸碌无能，竟连洪泽湖中小小的水匪都能令盐运大事为之终止，以至于私盐横行，猖獗致私。这真是朝廷的灾难，天下的灾难。恩师，此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真没想到，刚一下船，便亲身经历了生民凄苦。连富庶的盱眙都是这般，淮水附近的那些贫困地区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。也罢，曾太啊，我们的调查就从这里开始，先找一家客栈住下，然后大家分头行动，到民间走访。首先要搞清城中的盐商是从什么渠道搞来的那些霸王盐。好了，怎么下一位400文一斗啊？怎么变500文了？你买不买呀你？多少钱啊？快！好了，走吧。来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来，快点啊！这位兄弟啊，刚买完盐呢。是啊，还好啊。现在是多少文一斗500文。 ？500文。
哎，不是说是400文一斗吗？快点，快点！他们说食盐越来越难搞，500文还得看在本乡本土的份上，就没多加价。再问的急了，那几个伙计把眼一瞪，要买就买，不买就走。嗨，这些人真是黑了心了啊！你知道他们这些盐是从哪儿弄来的？还能从哪儿弄？肯定是从盐枭手里买的呗。本来城里经常有小盐枭走街串户卖点私盐，才200文一斗，比这儿便宜多了。可现在城里盐场抓住就杀，弄得盐枭不敢进城。我琢磨着，那些盐枭进不了城，就只能把盐卖给何家盐号了。200文卖，何家盐号500文出。唉，如今城中就剩他们一家卖盐的了，不买也得买呀。这种日子，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哦。走。快点！要买盐排队去，没看见一个挨一个吗？这位兄弟，借一步说话。快点！好，我来了熟人，你们先帮我盯一下。有什么话快说吧。兄弟啊，下一位。你也能听得出来，我是个外地来的，想在本地做点盐的生意，所以到这儿来看看。劳烦兄弟指点指点，你们的盐是从哪儿弄来的？你要问我盐是从哪儿来的，这我不知道。这样吧，老兄，我给你指条明路，在这块地盘上想做盐的生意，你最好去见见我们老板何武奇。你可能知道，原先城中有4家盐号，可现在除了我们何家有盐，其他3家早就闲着了。也就是说，只有你们老板才能弄到盐。那还用说，每次几十担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是私盐吧？你说呢？那是肯定的。官盐运不进来，不是私盐是什么呢？你们老板住在哪儿啊？出这条巷子往东走，不到2里有一座大宅子，叫河园，那就是我们老板的家。多谢指点我说怎么了？银子，我说了半天，不能白说吧？刚刚你对那2个伙计说来了个熟人，既然是熟人，问个信儿还能要钱吗？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我。老爷，卧虎庄来人了，就在堂中。何五爷别来无恙啊？多承记挂。怎么样？东西到了吗？3日后到卧虎庄提盐，价钱不变，这是凭信。多谢。回去上付葛庄主，3日后我必到。还是老规矩，你一个人来。放心，又不是头一回了。兄弟辛苦，这点银子全做川资。那就多谢五爷。小的就告辞了。一路小心。五爷放心。夫人呢？在后花园中。几天没照面了，走看看去。好。老爷，老爷，
老爷今日怎么有空来看妾身呢？连日忙碌，未得闲暇，夫人莫怪呀。我怎么会怪你？一个人悠然自得，倒也惬意得很。从扬州来了几个朋友，晚上还要去应酬一下。老爷自管去便是了，何用对妾身说起？只怕夫人寂寞。妾身清静惯了，人多了还怕心烦呢。夫人真是体贴，那我就去了。老爷，春儿啊，好好伺候夫人。是老爷放心。春儿，怎么样？见到了，这是他给你的条子。几位回来了？伙计，怀先生回来了吗？出去的几波都回来了，就差您了。我们分别走访了城中4家盐号，一家的老板是何姓盐商，另外3家分别是李姓、方姓和王姓，与中午店老板所说的完全吻合。情况怎么样？李姓、方姓和王姓盐号的伙计告诉我们，韩沟发生覆船事件，朝廷的官盐运不到盱眙，这几家盐号就断了生意，再也没有开过张。之所以没有关闭铺户，是因为他们都是朝廷指定的售盐商户，盐法规制，盐号是不允许关门的。那他们没有说起从其他的渠道搞到过食盐？没有。也就是说，这3家盐号现在是无盐可售。正是。与我了解的情形基本相同。安师，郑开啊，辛苦了。怎么样？有什么收获啊？下午我们走访了很多城中的百姓，从他们口中了解到的，与那个店老板的叙述基本一致。目前城中只有1家盐号还在售盐，那就是何家盐号，其余的3家早已闲置。问到何家所卖之盐的来历，百姓们都认为他们是从盐枭手中购买的。看起来我们3路访查民间所得到的结论基本相同。今日我暗访何家盐号，盐号的伙计对我说，何家盐号的主人名叫何武奇，现在城中只有他1家卖盐。他还透露，这个何武奇每一次都能从外面搞到几10担食盐，而且可以断定乃是私盐无疑。几10担？有这么多？难道如此大量的食盐，何武奇真的是从盐枭手中所得？可除了盐枭，还有什么人能够为盐号提供私盐呢？可据我所知，盐枭不过是一些亡命之徒，铤而走险是为了挣口饭吃。换句话说，这些盐枭也都是穷苦人呐。大人，小的能说句话吗？说吧。大人刚刚说的对极了。记得那天在村里，老鲁叔就说过，我们村的千户庞四就做了盐枭。可那都是让漕运衙门给逼的呀，大家没饭吃，活不下去了，只能铤而走险，总比饿死强啊。是啊，盐枭贩私一般是从盐场的停户们手中花低价购买数斗，最多也就是1担食盐，有数人乃至10数人编成一队，肩挑扁担，筐中置盐，
走村串镇，以比长平盐更低一些的价钱将盐卖给百姓。你们想一想，这些穷苦的盐枭怎么能够有力量组织起这样大规模的贩盐活动？不要说转运的骡马车辆需要大量银钱，就是他们从停户手中购进如此大批食盐所需要的本钱，就是一笔数额巨大的款项，他们怎么能够负担得起呢？大人，是啊。刚刚诸位说起此事的时候，小的就想说，盐枭小人见过，别说是几十担盐，就是几担盐，他们也贩不起啊。不错，确实如此。刚刚葛老说的对极了，一队盐枭几个人，有时总共只有几斗盐。是啊，恩师，那您的意思是，批发私盐的不是盐枭？曾太啊，还记得我们到盱眙暗访的目的吗？啊，您是说私盐的源头乃是邗沟落水失踪的官盐？什么？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？北沟大仓的监库彭春率人将官盐运至盱眙境内的苇子荡，1天以后，由盱眙方向驶来了一条大趸船，彭春等人将官盐装上趸船，继续向北航行。不久便失去了踪迹。无独有偶，恰恰还是在盱眙境内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贩卖私盐之事，这二者之间难道就真的没有联系吗？有道理。而今事情尚未明朗，我们暂不要妄下结论。今天的查访大有收获，接下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那就是要通过盐商何武奇查出私盐的来源。好了，今天大家都辛苦了，回去休息吧。啊，是。水生，外面出什么事了？葛彪刚刚告诉我，庄里出大事了。我爹召集各寨头目到卧虎厅议事呢，他说让我们2个也去。我不去。你以为我想去啊？只是这大晚上鸣锣聚众的，我怕又和庞四扯上什么关系。走吧，去看看。好吧。葛庄主到。下课。葛庄主，爹，小青、水生，你二人是第一次参与议事，就站在前面吧。诸位兄弟，从今日起，水生便是咱们汉寨的大头领了。水生啊，与众家兄弟见礼。水生，各位兄弟，恭喜水生兄弟，恭喜啊！大哥，不知鸣锣聚众，所谓何事啊？刚刚巡湖的弟兄来报，咱们卧虎庄派去苇子荡接盐的大趸船，在飞云浦被劫了。什么？莫非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？谁啊？目前事情的详情还不清楚，巡河的弟兄们只是看到大趸船停在飞云浦的港岔之中，船上空无一人，有北沟大仓转运来的上万担官盐，也
见了。啊！愚兄之所以召集大家来，是要马上出发，前往飞云浦一探究竟。黄毛，听着，给我仔细搜查。是。这没什么东西，走吧。哎，这有什么可看的？走吧。嗯。这里的人是在熟睡之际被袭击的，而且此人还活着。你怎么知道？桌子上茶碗翻倒，是袭击者冲进来的时候碰的，可桌子却没有挪动位置，这就说明他们并没有遇到强烈的抵抗。你看那边，这床上被子凌乱，说明舱中人是被人从睡梦中拉起来的。地上没有血迹，证明袭击者并没有杀人。还真是，你说的有点道理。还发现了什么？我看这里边有怪。有怪？什么怪啊？小青啊，这条船你见过吗？我怎么会见过啊？几天之前，我们曾在大港岔中遇到了一条大趸船。当时艄公三哥说那是庄上的船。啊，对呀，难道就是这条船？你到外面仔细看看。嗯。水生，还真是这条船。还记得吧？当时这条大趸船走在我们前面，你想一想，连我们都已经到卧虎庄好几天了，他怎么还会在湖泽湖中？对呀。而且飞云浦并不在通往卧虎庄的水路之上，而是在一片迷宫般的港岔里。大趸船为什么要开到这里来？会不会是走错了路啊？这船不是你们卧虎庄派去接人的吗？驶船的都是卧虎庄的船工，怎么会错投路径？那你说是怎么回事？我也想不出，但这内中一定有怪。平儿，水生，走。
爹，怎么样？有何发现？水生说，这里的人是在睡梦中被袭击的，而且袭击者并没有杀人。哦，爹，这条船我们曾经见过，应该早到卧虎庄了，怎么会跑到飞云浦来呢？这我怎么会知道？好了，而今事态紧急，上万担官盐被劫，要尽快的查明真相。是我去，大哥，我去，3日之内保证回营。大哥，让我去吧。我看，此事就交给小青和水生吧。老爷，他们对卧虎庄周围的情况不熟，我看还是派别的兄弟去吧。对呀，大哥，他们也太嫩了，不懂得江湖道上的规矩，别再给咱卧虎庄惹出什么麻烦来。是啊，大哥，就是啊，别惹出什么麻烦来。哎，你们错了。小青聪颖过人，水生更是武功高强，我相信他人定会不负众望。好了，就这样定下来了。不是这，小青啊，你看呢？爹，我已经说过了，不会管你的事。怎么，小青，你不愿意去？那好吧。怎么了？水生，你为什么要答应我爹替他调查此事？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先别急，坐下。这封信是刚刚搜查船舱时，在床铺的枕头下面发现的。哦，信是一个叫林阳的人写给你爹的，上面说他派自己的亲信彭春，率30人押盐到卧虎庄，并要求你爹只要见到盐船，便立刻飞鸽传书，将信息传送给他。你看看吧。是啊，可这又能说明什么？这至少能够说明一点，那就是写信的人非常急于知道盐是否运到了卧虎庄，对吗？是啊。可刚刚我们在飞云浦却看到大趸船停靠在岸边，对吗？对呀。这就说明抢劫发生时，大趸船是停在飞云浦内，而船上的人则是在蒙头大睡，是吗？是。往常你连话都懒得说，可现在却如此啰嗦，你究竟想说什么啊？我想说的是，既然事情如此紧急，那个押盐的彭春为何不将大趸船直接开进卧虎庄面见你爹，却莫名其妙地跑到飞云浦中停靠休息？是啊，这一点确实奇怪。还有，林阳在信中说，彭春押盐到此带了30余名随从，而大趸船是你爹派去的，船上也有20余名船工，加在一起总共有50多人，而劫船者竟然能够将这50多人全部俘获，而且通通抓走。你想，此事会是1、2个人所为吗？肯定不可能。我想，劫船者最少也要有数十人。那么你想一想，在卧虎庄附近能够聚集数十人与你爹作对的，都有些什么人？你是说严萧？庞四率领的严萧？这就是我让你答应你爹替他调查此事的原因。老爷，小的有件事不明白。什么事？说吧。为什么要派小青和水生去调查呢？他们人生地不熟，能查出什么呀？你小子真是个猪脑子！要是他们能查出来，我还会派他们去吗？哦，您的意思是派他们去做做样子？还有，立刻飞鸽传书，将此事告知铁手团。老爷，
这不是贼喊捉贼吗？贼贼贼！你这小厮说话如此难听，这些都是铁手团欠我们的，我们大家都是贼。是。你以为不告诉他们就能够隐瞒得住？我们越心虚，他们就越怀疑。此事赶快去办。六爷啊。六爷，大哥在，正在房内与葛总管说话。下午，庞四派人传信，已将劫得的食盐全部租车运往盱眙。老爷，那帮穷盐枭从哪儿弄来的车辆？当然是我给他们的。那大船上的人呢？六爷，您不进去了啊？大哥正在忙。我也没什么正经事儿，先回去了。哦。彭春等人现被关押在焦王祠中，庞四请我们处置。老爷，我们该怎么处置这些人呢？是你传信要彭春将船驶进飞云府，此事一旦让铁手团查知，事情便败露了。因此，老爷。那里还有咱们卧虎庄的船工啊！无毒不丈夫，可彪，今夜你带人暗入焦王祠，将此事解决。可是这……是。记住，此事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悄悄的去，悄悄的回。老爷，您放心吧。水生，我不明白。庞四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？以盐枭们的势力来说，庞四是绝不敢公然率人与卧虎庄为敌的。可刚刚你才说过，是庞四他们干的。你怎么还不明白？你说什么了，我就明白。也罢，我再对你说一件事。那天在卧虎庄外，我送庞四上船，他的言谈神情令我感到非常奇怪。小青还想知道，你们在卧虎堂都说了什么？没说什么，就是，嗨，水生兄弟，回去转告小青姑娘，请她放心，没事了。我和葛庄主的恩怨已经了结了。回去，我就这么对小青说吗？就这样说吧。庞四是个直肠汉子，不会说谎。当时我就断定，他定有难言之隐。明白了吗？你是说，是我爹让庞四去劫趸船？我并没有这么说，只是让你自己去想。不，我不相信。那些盐是送给我爹的，他为什么要劫自己的船？你不相信，没有关系，一切用事实来说话吧。今天夜里，我们便动身前往焦王祠。
老爷。哦，李纯呐，你去把曾大人和鲁县令给我请来。是。去吧。进来。恩师，阁老，您叫我们。是啊。今日盱眙的情形你们都看到了。邗沟覆船之后，漕运梗阻，水路不通。扬州刺史崔亮又以陆路崎岖，洪泽湖中有水道为由，拒绝为盱眙以北运盐，因此官盐无法运进，以致引发了盐荒。不错。据北沟大仓的茂三儿和彭秋交代，每次覆船之后，盱眙方面都会派一条大趸船前来，将库存的官盐运走。是的。这就奇怪了。好，你们来看。这次狄春跟踪北沟船队，前往盱眙送盐，走的是这条路线，就应该是每一次大趸船的航路。也就是说，大趸船从盱眙驶到北沟大仓，途中要在运河的邗沟渠道中行驶近300里的水路，从北沟大仓装船后驶回盱眙，又要走300里，这一来一往便是600里。我们都知道，600里水路最少需要走10天时间。不错。邗沟覆船，河道封闭，巡河官船每日都要往来巡查。难道歹人们运盐的大趸船就不怕遭遇巡河官？也许他们是趁夜间航行，躲开巡河的官船。据我所知，巡河官船是昼夜巡查，夜间虽然不如白天的班次多，但也绝非没有。而且600里水路，怎么可能都在夜间航行？这是说不通的。恩师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巡河官和歹人同谋？可你想过没有？每一条官船上都是不同的巡河官，不可能每个巡河官都是歹人的同谋。一旦他们遇到的不是同伙，查之下，定会发现满载的官盐，他们的阴谋岂不立时败露？有道理。阁老，那您的意思是？依我想来，他们身上定然携带着护身符，能够避开巡河官船当然最好。一旦遭遇，他们只要出示护身符，便可通行无阻。您说的护身符是指什么？当然是扬州刺史府和漕运衙门所发的官凭录引。您是说扬州官府与他们同谋？否则此事该如何解释呢？而今事情尚不明朗，也没有任何的凭证，我们只是做一个假设。如果事情真是如此，崔亮和杨九成等人百般推搪，不肯为盱眙以北的百姓运盐，却在私下给歹人开具了官凭录引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他们参与了歹人的逆谋。这一点毋庸置疑。我所说的是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之前我们已经确定了邗沟覆船
是林阳等歹徒精心策划的巨大阴谋。第一步，在邗沟将盐船凿翻；第二步，打捞官盐并存放于北沟大仓，而后由盱眙开来大趸船，将库存的官盐运往淮北地区。你们想一想，再之后他们要做什么？将官盐藏匿起来。是啊，在扬州时，我们曾经做出过这样的推断。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. Below the video, please leave comment, click like and share.